都竖起耳朵听好，发配到这岭南，你们就是罪奴。今天将士们挑老婆，被挑中的领回家活命，没人要的全都给我扔进后山采石场，生死不论。后山，那是瘴气林啊，去了不出1月就会浑身溃烂而死。这岭南本就是地狱，若是没被选上，怕是连全尸都留不下。从莫世川来不过半日，我已经认清了眼下的处境。原主染上瘴密，高烧而亡，倒是让我这异世木系异能者接手了这个天崩开局。那人衣服整洁，定是管着山下平地水田的军官，跟着他绝不用去山里吃苦。李千伟，这女子看着温顺，我沈某人要了。行，沈百族带走吧。果然，凭我的手段，这全场条件最好的男人，到底归了我。阿和妹妹，我可就去山下的大瓦房里享福了。你在这府里再会算账又如何？在这岭南没人要的丫头，就只能去瘴气林里等死。大瓦房，岭南马上就是连月暴雨，山下的水田迟早淹成一片死海。蠢货！上辈是末世教会我，想要活命，只能靠实力。这人靴子上全是毒草的汁液，说明他常年在剧毒的深山老林里穿梭，呼吸深沉，肌肉紧实。在这最凶险的岭南，只有这种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丛林野兽，才是最好的庇护所。不错，就他了。小郑，你发什么愣？你也立了功，速速挑一个领回去。千户大人，我不需要女人。胡闹！这是朝廷的恩典，岂容你推辞？恩典？我家住半山腰，屋顶连杂草都凑不起，家里只剩几根发霉的木薯，我自己都吃不饱，带个娇滴滴的女人回去，是嫌她饿死的不够快吗？大人，我住半山腰，穷得很，赏我10斤糙面即可，我养不起娇小姐。老萧那是真穷啊，谁跟了他，怕是要天天去瘴气林里啃树皮喽。半山腰，地势高，不淹水，旁边就是丛林，对我这木系异能来说，那就是满地黄金的后花园，绝佳的底盘。大胆！没规矩的东西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需要你养。你知不知道我家在半山腰，那里只有破茅屋和毒虫。半山腰地势高，岭南多雨，水淹不着。这岭南的兵都知道平地好种田，这女人竟然不怕上山。我会认药，会种地，能持家，我不怕毒虫。我不费你口粮，还要让你以后顿顿吃上肉。我选你。这小娘子莫不是脑子烧坏了，还顿顿吃肉？老萧家连耗子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。老萧，人家姑娘都倒贴了，你还端着干啥？赶紧领回去，没准人家真能变出肉来呢。真是丢尽了我们尚书府的脸，为了不去做苦役，竟然大言不惭地给一个吃不饱饭的粗欢画大饼。苏和啊苏和，等你到了那四面漏风的破庙，我看你怎么哭。他不怕我身上的血腥气，也不嫌弃我穷，他不是在求饶，他是在跟我谈交易。行了，既然这丫头自愿跟着你，小生任你带走。谁再啰嗦，军法处置。跟上。这男人的底盘和警觉度，绝对是末世 S 级猎人的标准。这波投资稳赚不赔。岭南地气毒，根丢了，被毒蛇咬死，我概不负责。死不了，你走的这条道，采的都是驱蛇的艾草草，安全的很。这丫头竟然真的懂草药。平
地、水井、砖房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苏娘子，这院子以后就是你的了，我管着后勤，饿不着你。多谢沈郎。苏荷，你就去那毒林子里和野兽作伴吧，这辈子你都别想爬到我头上来。这就是我家，现在后悔晚了。比起末世四处漏风的废土营地，这至少还有个顶。阿哲，这是你领回来的心腹。娘，营里分的。这般瘦弱，如何在这岭南的毒风里活下来？造孽呀！娘，我叫苏荷，我能干活，能认药，不会给家里添乱。娘，木薯干又生霉了。这几日连着下雨，山里湿气太重，剩下的这点存粮也捂坏了。阿哲，你下午还要去营里轮值，得吃口东西垫垫。岭南木薯本就带微毒，再发霉，吃了轻则呕吐，重则要命。吃。那你呢？我不饿，我去营里了，晚上回来。他自己饿着肚子去轮值，却把家里唯一一口干净的粮食给了我。这男人，我护定了。岭南人怕着毒林，是因为他们不懂植物，但在我眼里，越毒的地方，好东西越多。异能虽然削弱了，但感知力还在。找到了。这么大个头，全是淀粉，这下饿不死了。这是金毛狗结，岭南最好的止血奇药，发财了！啊！糟糕，这畜生是冲着这株金毛狗冠的药气来的。我有没有说过林子有毒，不要乱跑？你不要命了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山药担子？不对，这东西林子里到处都是，吃了要发烂毒的。这是粉瓜，和你们说的毒山药不一样，只要用水漂洗去掉涩味，煮熟了里面全是淀粉，比糙米还顶饿。刀法不错，身手够快，这头野猪咱们今晚炖了。嫂子，这味道好香啊！我做梦都没闻过这么香的油味儿。这野猪肉不是有一股子桑臭味吗？怎么到你手里竟一点腥味都没了？娘，
我在林子里顺手采了去腥的野山姜，这山货只要去除了腥味儿，就是绝顶的美味。大火炖一炷香，等粉格吸满了猪肉的油水，化在汤里，那才真正的神仙都不换。肉，是炖肉的香味。闻什么闻？这年头谁家吃得起肉？肯定是镇上千户大人的私厨在炖肉，风吹过来的。不对，这风是从半山腰吹下来的。半山腰只有萧家，那个连裤子都穿不上的穷军户，他们要是能吃上肉，老娘把这碗吃下去。赶紧把糊糊喝了。沈风去营里了，下午把院子扫了。不，绝不可能！苏荷那个贱人，只配山上吃毒草。娘，粉瓜葛软了，您先尝尝。这真的是山里没人要的毒草，怎么比细面馒头还软乎还香啊！嫂子，太好吃了！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。慢点吃，锅里还有。你今天在林子里还挖了别的东西？对，不仅有肉吃，我还挖到了能换钱的东西。金毛狗签，这等品相的止血奇药，岭南的深山老林里一年也出不了一只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阿正，这草很值钱。营里的老军医说过，这药能救命。镇上的药铺，这品相至少能换5两银子。5两？他不仅不怕死，他竟然真的懂在岭南活下去的本事。明天你休沐，陪我去一趟镇上，把药卖了，我们大采购。哎呦，阿和妹妹这么早就下山啊？这山上的风大，你看看你，昨儿个过门的旧衣服都没换，别是冻病了吧？妹妹别急着走啊，姐姐我今天可是要去镇上买细面的。沈百户昨晚给了我整整100文钱呢，这平地瓦房住着就是暖和。昨晚我们吃的可是大白面馍馍，没像有些人只能闻闻别人家飘来的肉香解馋吧。哎呀，萧百户也是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连个媳妇儿都养不起。阿和，你要是实在饿得难受，跪下来求求我，我篮子里这块发酸的红薯面饼就赏给你打发叫花子了。什么？把你那猪食拿远点儿，别脏了我媳妇儿的眼。你一个穷当兵的敢打我，你们连饭都吃不上，装么硬汉！苏兰，你昨天没吃饱吧？鼻子都不好使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告诉你，野猪五花肉炖粉鸽确实挺香的，下次记得把口水擦干净。吃得起野猪肉，绝对不可能的！我不穷。我会打猎，这趟卖料加上我下个月的军饷，能买细面，也能买新布。你不用看别人脸色。真是个别扭的糙汉。好啊，那今天卖了钱，全听我的安排。抓药还是看病？看病去后堂，抓药把方子拿来。卖药，咱们回春堂只烧好药，普通的草根树池去街头摆摊卖去。
我的老天爷，这品相，这根须，老朽在这边关3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极品的止血神草。小娘子，这药你要多少银子？小娘子，岭南地界毒蛇猛兽多，伤药最紧俏，但这金毛狗棍生在瘴气林最深处，常人根本采不到。你这株药效保存得如此完好，老朽出3两银子。孙掌柜欺我年幼不懂行，这株狗不仅根须无损，更是少见的阳坡野生。你炮制成金疮散，卖给大户人家或商队，起码能赚翻10倍。5两银子，少一文不卖。好，5两就5两，小娘子痛快人。以后若还有这等好货，全送来我回春堂。你竟然懂药理讨价还价，在尚书府当丫鬟，连这些也学？尚书府管库房的，见过的奇珍异宝多，听药商说过几嘴罢了。这是本金，交公，剩下2两，今天归我花。这钱是你赚的？走，去割肉，买大肥肉。老板，这块五花肉来3斤，要最肥的。哎呦，小娘子，这五花肉可不便宜，30文1斤呐，3斤得90文。称。走。老板，这2匹布我要了。好嘞，承会300文。这是高产昂汉的番薯块茎，古代边关竟然有游商带来了这种救命神物。在这个连麦子都种不活的岭南，这东西就是无尽的粮食和金山。去，不买别摸，这是我从西洋带来的紫皮神果，我们那儿叫番薯。哼，你们中原人种不活的，1两银子10个，少子儿不卖。太贵了，走吧。1两银子，连你这块破布上的土我全包了。那1两银子够买100斤葱面了。这长了芽的紫树根，连猪都不吃。小百户，你懂打仗，我懂种地，这叫紫玉番薯，不挑地耐干旱。等我种出来，产量能把你吓趴下。随你折腾，反正银子是你赚的，大不了我多打野猪补上。娘，大哥和嫂子回来了。阿正，你这是去镇上抢粮铺了吗？没抢，是苏荷卖了昨天的草药，卖了5两。5两？肉还有油，娘，我们过年都没见过这么多油。娘，这匹藏青色的，给您和阿征做身厚实的新衣裳。马上入秋了，山上风大。你这孩子，大手大脚的，以后可不许这么花了，得攒着过日子。这个家，因为他活过来了。秀快点儿，明天就是你跟风儿的过门酒席了。酒席的钱，风儿说了，从你卖绣品的钱里出。咱们老沈家可不养吃白饭的。什么？过门酒席的钱让我自己出？沈郎不说他管后勤，家里有的是钱吗？那是军粮，你敢动？呸！这妞能给你一口饭就不错了。明天村里人都要来吃席，你最好给我把面子撑足了，否则别怪我把你赶去下地干活。凭什么？我在尚书府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。不过，就算我出钱，这平地瓦房的酒席也绝对比苏荷那个破毛乎的酸臭饭菜强100倍。明天我要让全村人看着苏荷是怎么丢尽脸面的。
不是草，那是我昨天种下的番薯。嫂子，你骗鬼呢！昨天刚埋下去的土疙瘩，睡一觉就长这么高。阿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岭南的地，连野长得都没这么快。昨天那番帮游商说了，这番薯在他们那边叫神仙果，只要用草木灰混合井水，在第一晚泡透了种下去，见风就长。真有这种奇事儿？娘，阿月，从今天起，后院用篱笆封死，谁敢来偷看，我剁了他手！阿和，明日就是你和阿征的过门酒席了。按照军户村的规矩，怎么着也得请村长和几个百户来吃顿饭。可咱们家这破屋子，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。委屈你了。营里今天放休，我下午去山里砍些竹子，搭个临时的棚子。酒席就做几个素菜糊弄一下。村里人知道我穷，不会说什么。糊弄什么？明天可是咱们的大喜日子，既然要办，咱们就办得漂漂亮的。漂漂亮亮？拿什么办？昨天买肉还剩下些碎银子。这岭南靠山吃山，食材遍地都是。娘，阿征，明天的酒席交给我来安排，我保证让全村人都挑不出一理来。老爷，您看看这手帕，这可是京城的绣法。什么京城绣法？针脚这么乱，布料也差，15文，不能再多了。15文，这连丝线的本钱都不够啊！哼，爱卖不卖。这点东西怎么能拿得出手？都怪那个死老太婆抠门。不过我惨，苏荷只会比我更惨。他那个穷鬼男人估计连猪肺都买不起，明天只能给宾客喝野菜汤。走吧，先去山下沈白虎家，人家住瓦房，席面肯定差不了。就是半山腰那萧家穷的响金刚，去了也是喝西北风。这是啥神仙味道？村长李千户，快里面请。今天寒舍略备薄酒，大家吃好喝好。沈百户客气了，这平地瓦房就是气派呀。我的娘哎！老萧家到底在煮什么东西？这香味儿比镇上醉仙楼的招牌菜还勾人。半山腰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沈百户，开席吧，大家想必也饿了。上菜！各位大人，这是猪肺炖萝卜汤。这就是主菜。呸！腥死我了！这猪肺连气管都没剔干净，里面还有沙子。沈百户，我们大老远来给你贺喜，就拿这种猪食来糊弄我们？你个败家娘们儿，我给你的钱呢？你怎么就弄了这么个破烂玩意儿？你娘1文钱都没出，这是我自己熬夜绣花赚的，15文钱买的，你们还嫌弃？什么平地瓦房，连口肉都吃不上，早吃个席面比军营的糙米饭还难吃，打死我也不来。老子受不了了！就算老萧家只有1口肉汤，我也要去尝尝。走走走走，去萧百户沾沾喜气。苏荷，你到底搞了什么鬼？我不信你能做出什么好菜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菜好了，准备开饭。
这是厨神下凡了吗？千户大人、村长，各位兄弟，寒舍简陋，请入席。校长，你这是把镇上酒楼的后厨给搬来了？你哪儿来这么多银子？回千户大人，肉是阿征在后山打的野猪和兔子，粉干和菌子是我在林子里挖的，没花什么银子，就是费点功夫。大家快趁热吃！太好吃了，这香料味绝了！老肖，你这不媳妇不仅长得绝，手也神了。这趟半上山来的值，太值了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这些肯定是你偷军营的银子买的！大人，把他抓起来！你们都被他骗了！她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死丫头，凭什么能弄出这种酒席？那野猪肉，这大锅油，肯定是萧征贪没了军营的粮饷！你快查他嘛！放你娘的狗臭屁！我儿子在战场上拿命换来的军功，你敢说他贪墨？这满桌子的肉，是我儿媳上山挖药材换钱，我儿子进山打猎换来的，那是他们夫妻俩的血汗钱。你瞧瞧你这寒酸样儿，自己抠搜弄个猪食席面下不来台，跑来我们家撒泼，怎么平地的风水没养出你的体面，倒养出你这红眼病了？你一个老不死的粗鄙村妇，敢骂我！我呸！滚出我家院子，别脏了我的地！沈郎，你看他们欺负我！丢人现眼的蠢妇！你弄那破席面还不够丢人，还跑来这发什么疯？还不给我滚回去闭门思过！沈百户，管好你的人，再有下次，我剁了他的舌头！好你个萧征，不声不响娶了个好媳妇儿，还有个这么厉害的娘！来，大家接着吃！刚才很甩哦，出！吃饭。嫂子，这些粉疙要是再放几天，外皮发干，里面就要长黑斑了。咱们就算天天吃也吃不完啊！是啊，这东西虽然能饱肚子，但终究不是细粮。要是能换成几斤糙面，咱们入冬就不愁了。娘，吃不完，咱们就把它变成钱。这山里到处都是的贱根，镇上谁会花钱买啊？生吃当然没人买，但如果做成岭南第一份香煎粉疙糕呢？愣着做什么？开工了！这粉疙自带清甜，加上猪油的荤香和花椒的微麻，煎出来外酥里糯。阿和，你要的东西我弄回来了。你昨晚一宿没睡，就是在做这个？你说要去集市摆摊儿，总不能让你用手端着。这车底盘稳，能装上100斤，山路也能推。谢了，白苦。自家人说什么谢？哟，
穷的都出来抛头露面摆路边摊了，卖那种从山里挖出来的毒树根，谁敢吃？等会儿看怎么丢人。等掌柜的出来，我这京城绣法的手帕少说也能卖100文，到时候我一定要去摊子前买碗茶，好好羞辱他一番。掌柜的，您瞧瞧我这手帕，纯正的京城绣法，鸳鸯戏水图，熬了10几个通宵才绣好的。什么京城绣法，针脚这么服，布料也是最下等的粗棉。咱们岭南地热，这料子擦汗都嫌刺皮肤。这可是我一针一线绣的，您给个实在价，一条怎么着也得60文吧？你抢钱啊！一条12文，不能再多了，不卖拉倒。后面排队绣品的人多的是。12文，这连买绣线的本钱都不够啊！去，穷酸样，别挡在门口碍着我做生意。阿月，看好了，这就叫烟火气。岭南第一味香煎粉葛糕，外酥里嫩，吃一块顶半天饿嘞。小娘子，你这黄澄澄的方块是啥稀罕味儿？怎么这么香？大哥，这是用后山的粉葛加上一点肉末和香料煎的，吃了不仅饱肚子，还能去岭南的湿寒。这粉葛不是有微毒吗？能吃？大哥尝尝不收钱，我若骗你，你当场砸了我的摊子。呀，太好吃了！给我来3块，多少钱？3文钱一块，2块5文。人钱抢！阿月，您的5块拿好，白大叔别急酒都有，下一锅马上出。苏荷，这怎么可能？那粗鄙的树根竟然有人抢着买！别买他的东西，大家别被骗了。这粉葛是山里的毒草，吃死人他赔不起的。苏兰，大家都是长了眼睛的。这位扛包的大哥刚才一口气吃了3块，现在活蹦乱跳，哪来的毒？你要是没钱买，直说。看在同府出来的份上，我送你1块，免得你拿着那12文钱，连个肉包子都吃不起。原来是同乡眼红啊！人家姑娘卖的糕又便宜又好吃，你在这捣什么乱？不买就滚开，别耽误老子买吃的。最后20块，卖完收摊。快，这边。嫂子，这得有多少钱啊？一共560文。560文，大哥在军营里拿命拼，1个月才200文，咱们一早上就赚了大哥2万元的军饷。除去油盐和肉末的本钱，净赚500文。这只是第1天，等名气打出去了，赚得更多。嫂子，你太厉害了！有了这些钱，咱们入冬就不怕挨饿了。挨饿只是第一步，走，咱们去买点好东西犒劳娘和阿征。剩下的500文，我要作为咱们家的底钱攒起来，以后有大用。阿征，阿和月儿怎么还不回来？那粉瓜做成的黑乎乎的糕，镇上那些嘴刁的人能买账吗？要是卖不出去，阿和心里该多难受啊！他聪明，不会吃亏的。要是卖不掉，大不了我明天带去营里分给兄弟们吃了。娘，大哥，我们回来了。
卖光了？不仅卖光了，还带回来了好东西。娘，今晚咱们熬猪油炖骨汤，吃高粱面条。明天咱们继续做粉葛糕，赚更多的铜板。烫，慢点嚼。嫂子，这油炸比肉还香。这年头儿，肚子里有油水，人就不慌了。阿和，今天咱们还做粉葛糕去卖吗？卖，但昨天咱们赚了500多文，肯定眼红了不少人。今天只做2笼，卖完就走，不可贪多。这叫饥饿营销，让他们想吃吃不着，明天才会来得更早。阿征，这是昨晚剩下的2块高粱面饼，里面我夹了点猪油渣，你带着信山垫肚子。后山深处最近不太平，昨天夜里我听到了罗珠发情挠树的声音。野猪，那东西皮糙肉厚，发起疯来连熊都怕，你别往深处去了。外围的猎物早被打光了，想吃肉想卖皮子就得往深处走。你在家锁好门，天黑前我一定回来。小娘子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昨天没买着，我馋了一宿。今天给我来10块。别抢，别抢，给我留5块。各位街坊，今天的粉葛糕已经售罄，想吃的明日请早。看，这就是饥饿营销的威力。走，咱们今天去买点黄豆，回家做酱。好大的泥脚印，泥还是湿的，刚过去不久。这头野猪起码有300斤重。来得好！300多斤的肉，够阿和在镇上卖上好一阵子了，还能给娘扯身后部。这香味儿，难道是营里老军医提过的能解百毒、是价值连城的奇楠沉香？洗快点，没用的赔钱货，连几条破手帕都卖不出价钱，老娘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。娘，
我洗。老子在营里被李千惠骂得狗血淋头，你还有心思洗衣服？滚去灶房把昨天那点死老鼠肉炖了，老子要下酒。苏荷，你现在在半山腰的破屋里，肯定比我更惨，肯定连死老鼠都吃不上。我的老天爷！小百户那是扛了座肉山回来呀！我的乖乖，这是后山那头祸害了庄稼好几年的罗珠王。连李千户带兵进山都没拿下的凶手，被萧百户一个人砍了。这得有多少肉啊！哪怕是卖半山，也够萧家吃2年细粮了。好大的野猪！阿正，你没受伤吧？你流血了，伤哪儿了？都是猪血，我没受伤。你说想吃肉，我打回来了，够你做香葛糕卖上1个月。凭什么？那个穷当兵的连饭都吃不上，凭什么能打到这么大的野猪？苏荷那个贱人，他凭什么天天吃肉？哎呦，这就是你说的只能去毒林子里等死的同乡。人家现在可是全村最风光的百户夫人了，哪像你10文钱都赚不回来，真是个没用的废物！娘的，萧征那小子这回发大财了，这么多肉，凭什么他一家独吞？这猪皮太厚，我明天拿到镇上削皮匠那里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些肉天气热放不住，得连夜腌制。阿月，你去拿盐罐子。娘，您烧2大锅热水。阿和，你见多识广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我在野猪刨开的树根底下发现的。这是100年节油的死树奇楠。阿征，你在哪儿挖到的？这东西很值钱。值钱？阿征，这玩意儿在京城1两奇楠1两金，这块足足有2斤重，咱们家要暴富了。财不外露，这东西明天咱们悄悄拿去回春堂卖。今晚先对付这堆肉。嫂子，咱们家现在就像个大肉铺。萧大娘，听说你们家阿征打了一头大罗猪，这肉你们吃不完，能不能卖点给咱们？是啊，我婆娘刚生了娃，想买2斤肥肉炖汤下奶，我用2筐青菜换行不行？乡里乡亲的，不能把关系搞僵。这野猪有1半是瘦肉，做粉葛糕口感柴，留下100斤最好的，剩下的卖给村里人吧，价格比镇上便宜1成，全当积个人情。听你的。娘，这块肉您等会儿亲自给村长家送去。阿征以后在村里立足，少不了村长的帮衬。阿和想得周到，我这就去。又去镇上摆摊儿，哼，苏荷，你以为这钱这么好赚吗？我昨天已经给镇上的几个坡狸交了底，今天看他们不砸烂你的摊子！
谁允许你们在这儿摆摊的？交过保护费了吗？懂不懂规矩？把钱袋子交出来，不然老子今天连人带锅一起砸了！小娘皮，听说你这几天赚了不少啊？识相的，把钱袋子交出来，再拿50块糕孝敬爷爷们。今天这事儿就算了。集市的摊位费，我早晨已经交给了巡街的衙役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来收钱？老子就是这集市的王法，砸！你刚才说你要砸什么？你找死！兄弟们，废了他！我是边军百户萧征，谁敢动我媳妇儿的摊子，军法处置，就地格杀！军爷饶命！军爷饶命！是我们永远不识泰山！谁指示你们来的？是山下沈百户家的媳妇儿苏娘子，她给了我们10文钱，让我们来找这位小娘子的晦气。军爷饶命啊！军爷饶命！滚回去告诉苏兰，她要敢伸爪着，我就把她的手剁了喂野猪。滚！好，萧百户威武！有军爷护护着，这糕糕咱们吃得更踏实了。给我来10块。走，阿征，赚铜板的游戏结束了，现在咱们去赚银子。哎呦，这不是上次卖金毛狗给的小娘子和萧百是吗？快请进，快请进！今天可是又挖到什么好草药啦？草药没有，但挖到了一块有木。修木，这岭南最不缺的就是烂木头。小娘子，普通的木头咱们药铺可不收啊。这是舌尖发麻，香气钻脑，油脂如膏，这是死树奇楠，100年节油的极品奇楠沉香。天菩萨，我的天菩萨，小娘子，这等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物，连京城皇宫里都难得一见。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我说是野猪刨出来的，掌柜信吗？别问来路，只问价钱。这块奇楠，掌柜的出多少？小娘子，我也不瞒你，这块奇楠足足有2斤重。如果我东家把它运到京城，卖给那些吊命的达官贵人，绝对是天价。但我回春堂是个小铺子，拿不出那么多现银。我把我铺子里能动的所有现银都给你，500两，外加10吨上好的大米，半斤燕窝，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这丫头真的挖到了一座金山。除了500两现银和粮食，我还要你帮我办一件事，去官府的屯书办给我买下100亩连成片的上等良田。100亩上等良田？小娘子，这岭南虽然荒地多，但能种出粮食的上等熟田，1亩少说也要2两银子，100亩那可是200多两呀！所以500两现银我只要300两，剩下200两劳烦孙掌柜动用回春堂在官府的人脉，替我萧家把这100亩良田的地契办下来。这其中的疏通费，算我宋掌柜。这丫头绝不是普通的村妇，如此沉得住气，懂得借力打力，这等心智手段，简直是个天生的妖孽。好，苏娘子痛快，这地契的事儿包在老朽身上，最迟明日必将红气送到府上。
两位客官，买牛还是买马？要一头最壮实、能开荒犁地的水牛，再要一头脚快耐力好的骡子，配一辆最大的带棚板车。哟，您这是大户人家置办家当啊！您瞧这头大水牛，正当壮年，力气大得很，只要15两。那头骡子配上结实的新车，一共18两。30两，我全要了。包一副好套包。掌柜的，上把你们店里存的细粮全给我包了。上好的精白米来1000斤，细白面500斤，棉花给我来50斤。再去隔壁布庄，把那4匹最厚实的细棉布给我装上。300两，原来这世上的日子还能这么过。100亩良田，阿和，就算有牛，我们一家人也种不过来。谁说我们要自己种？阿征，有了这100亩地，咱们就是军户村的小地主了。明天咱们就回村雇人，开工前让他们来给咱们种地。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苏荷，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些东西？水牛、骡车，还有白米，你是不是偷了军营的粮饷？我要去官府告你！苏兰，你这野菜挖得挺辛苦啊，不过你还是省省力气吧。这钱是我卖了昨天阿征打死的那头野猪王得来的，不仅买了这些东西，还顺手在官府那里买了100亩上等的平地良田。100亩良田？对啊，就在你们家那几亩破地旁边。以后你干农活的时候，可别不小心踩了我们家的田坎啊！阿征，赶车，回车！我的亲娘，我没看错吧？老萧家买牛了，还买了骡车。你看车上那是啥？整扇的猪肉，全是白花花的细棉布。发财了，萧家发大财了！阿征，你这是去打劫镇上的首富了吗？娘，是新布，好软的布，还有白面。娘，没打劫，这都是阿和挣的。不仅有这些，阿和还给咱们家置办了100亩良田。阿和，你是我萧家的大恩人啊！我萧家祖上积了什么德，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？娘，您折煞我了，咱们是一家人。阿征打猎卖命，我做点买卖，都是为了让这个家过得像个人样。娘，这100两您收着，留作平时的家用，剩下的钱，除了盖新房，我要全部用来雇人。明天一早，阿月，你去村里放话，咱们萧家要招30个长工下地干活，管3顿干饭，1天30文。萧百户，苏娘子，这雨下得太邪性了，外省的运粮道被泥石流冲垮了。千户大人急红了眼，明天一早就要派人下来，家家户户必须上交5升干粮，交不出的直接拿人去填前线的壕沟。50斤，咱们村的人连树皮都快啃光了，拿什么交？他们这是要逼死人啊！这哪是征粮，这是明抢。苏娘子，大伙儿知道你们今天拉了满车的米面回来，明天官兵第一个肯定要搜你们家，你们赶紧把粮藏到地窖里去吧。藏不住的，这100亩良田的地契刚过明路，水牛骡车那么大个活物停在院子里，全村人都看见了。官兵若来搜，藏起来就是死罪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乖乖交粮？
当然要交，不仅交，我还要多交。多交，苏娘子，那可是你们拿命换来的血汗粮啊！村长，这世上没有白交的粮。既然李千户急需粮食稳军心，那现在就是粮食最值钱的时候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病。咱们现在太眨眼了，我要用这批粮换一个谁也不敢眼红的护身符。明天官兵来了，让他们直接来找我。米呢？家里最后的10斤糙米呢？昨天被婆婆熬粥喝了。没有，废物！官兵马上又到了，交不出50斤粮，老子的白户官职就得撸了去当敢死队。你就算卖血，也得给老子凑出粮来！我的老平底淹了，米也没了，这日子快过啊！走，去半山腰。听说萧家昨天发了大财，买了1车的白米细面，今天老子要让他们连皮骨头全吐出来！好家伙，这穷山沟里还真飞出金凤凰了！萧百户，上封死令，每户强征50斤定额。你们家既然发了横财，这定额怕是得用实打实的京白米来交了吧？交不出来，连人带牛一起拉走。差爷稍等，张总旗，50斤定额太少，这里是500斤上好的京白米，500斤细面，1两不少。1000斤，你此言当真？你们家有这么好心啊？天灾当前，将士们在前方挨饿，我萧家受朝廷庇护，理应出大力，但这粮我不能白交。什么？你想拿这粮要挟千户大人要官？小妇人不敢，我只求千户大人2件事：第一，我要我家屋后那座连绵的石头黄山，请大人做主，立下宏契，永久划归萧家。疯了！用1000斤细粮换那座长不出草的破石头山？确定。第二，我要千户大人的一纸特许令，允许我萧家在村里招募闲散劳力，开荒这座石头山。凡是在我这儿干活的人，免除今年的军屯杂役。下！1000斤细粮，那是咱们摸买过冬的底子。你换那荒山和招工令，到底图什么？图个名正言顺。阿正，灾年咱们家大鱼大肉，官兵迟早会来找麻烦。我用这1000斤粮喂饱了李千户，换来的是这座山的绝对控制权。有了特许令，我们雇全村人开荒，就是在帮官府安抚灾民。李千户还得记我们的好。这片荒山只要挖出排水沟，修成梯田，就是最完美的抗涝宝地。我们今天失去的粮，2个月后，这山会10倍100倍的还给我们。萧家奉千户大人特令，招工开山，1020文钱，晌午管1顿糙麦猪油炸干饭，现结铜板。阿月丫头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管1顿糙米干饭，里面还有猪油渣，还罚20文钱，千真万确。我只要是能吃苦的青壮汉子，拿上自家的铁锹教头，去半山腰找我大哥报名，当天干完，当天结铜板。你个丧门星，听见没有？盼上腰招工管饭，你跟苏荷是一个府里出来的，你今天就算是跪在地上磕头，也得给我求个名额回来，不然咱们全家都得饿死。我不去，我死也不去求那个下贱的丫头。规矩我只说一次，日出上工，日落节前。我不管这山石头有多硬，我要你们顺着山势，给我挖出一层一层的阶梯平地。田埂必须用石头和黄泥夯实，排水沟必须挖通下山。干得好的，月底每人额外赏2斤五花肉。谁敢磨盐活偷懒，立马结账走人，开干！
阿月，火烧旺点儿。娘，把粉葛块和糙米全下进去。嫂子，这粥熬得真稠，筷子插进去都不倒。干重活的人喝清汤寡水熬不住，他们给咱们卖力气挖山，这第一顿饭必须吃得扎实。阿和妹妹，求求你给我一口饭吃吧！3天了，我饿了3天了，我愿意给你干活，我什么都愿意干。哟，这不是山下沈百户家的关太太吗？前几天不是还嫌我们半山腰是穷水沟吗？哼，怎么跑来讨饭了？苏兰，我这不养闲人，更不养仇人。我不是闲人，我会算账，我会绣花。阿和，看在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，你让我给你管账吧，只要管我1天2顿饭就行。管账？我萧家现在的账，每一笔都是干干净净的血汗钱。你这种心术不正的人沾手，我怕脏了我的钱袋。我帮你做饭洗衣服。不用你做饭，既然你什么都愿意干，看到那边刚垒好的田缸了吗？这黄山底子薄，缺肥，你去村子里的旱厕挑10担大粪上山，浇在那片地里。挑完了，给你1碗掺了水的糊糊。哟，苏兰，这粪桶可不能撒了，挑满10担才有饭吃，你这还差8担呢。我挑。成了，真成了！苏娘子，小百户，这梯田修得绝了，水走沟，土留田，这以后就是能传家的宝地呀！地翻透了，也沤过肥了，可以下种了。大家顺着龙沟，隔1尺下一个种，土不用盖太厚，透着气就行。这石头山的底土还是太贫瘠，用异能护住根系，不求它们一夜疯长，只求这30亩苗子能有10成10的存活率，平平安安扎下根。大伙儿辛苦了半个月，这是今天的工钱，结清了。30亩地全都种下了。接下来就交给泥土和时间了。走吧，回家吃饭。嫂子，咱们买地买牛，雇人挖梯田，钱快见底了。梯田里的番薯还得2个月才能吃，这段日子怎么熬啊？打猎看运气，咱们现在有地有院子，得做个细水长流的营生，把这青黄不接的2个月对付过去。走，跟我去后山采野葛。嫂子，这大石磨真好使，这黑乎乎的树根洗出来的粉竟然比精白面还要白。等晒干了碾成粉，能冲糊糊充饥。这就是咱们萧家接下来的摇钱树，把毒葛根捣碎了泡水，沉淀出来的白泥巴就能吃。原来这么简单，怪不得他能赚到银子。这粉洗得真干净，一点杂质和涩味都没有。
这大水刚过，镇上缺粮，这葛根去湿毒，正对岭南人的胃口。陈掌柜，我给您的底价20文一罐，您放在铺子里卖30文。灾荒年，这便宜又顶饿的东西绝对好卖。苏娘子痛快，这车上的100罐我全收了。若是卖得好，以后你们萧家的粉，我杂货铺常包了。100罐，咱们几天就做出来了。这手艺能让娘和阿月以后都不愁穿了。赚钱的法子多得很。等过了这2个月，咱们的紫玉冰薯收了，咱们就买更多的牛，雇更多的人，把那100亩平定陵田也种上。你指哪儿，我的梨就往哪儿套。有点涩，不如陈记杂货铺今天卖的那个雪白。那陈记卖的葛根粉也是从山上挖的野葛根洗出来的，我跟那做粉的苏荷是一个府里出来的，他的手艺我全看在眼里。这粉我虽然洗得黄，但我知道诀窍，只要掌柜的愿意出钱雇几10个流民上山挖果根，我来教他们洗。咱们卖的比陈记便宜1半，绝对能把他的生意垮。只要你能断了陈记的货，抢下这镇上的生意，赚的钱我分你2成。苏荷，你以为雇我挑了几天大眠，你就能安稳做你的地主婆了？我不仅要抢你洗粉的生意，等2个月后你那30亩地里的东西熟了，我也要一并给你毁了。我绝不会让你骑在我的头上。